查清楚了，迷奸少女、售卖禁药的人现在就在会所。笑笑，你身为公司老板，没必要这么做。全场的消费由千亿总裁陆公子买单。陆总，您是咱同学里面最有出息，这杯我干了，您随意。要说咱们陆总现在不仅功成名就，还家人相伴，云云可是咱们学校校花。陆哥和云云姐男才女貌，真配呀！你说咱们陆哥现在这么成功，当年狠心分手的唐笑会不会后悔啊？对哦，当初心比天高的唐笑，你说他现在在干嘛呢？那不是唐笑吗？唐笑吗？唐笑，你说你没空参加聚会，原来是忙着当服务员啊！这不是当初惊艳全校的唐笑女士吗？如今怎么沦落到这里做服务员了？哎呀，酒杯洒了。那个，唐笑过来收拾一下吧。先生，请抬一下脚。服务员，让你走了吗？有好戏看了，赵强当年追过唐笑，被当成空气啊！听说这会所的服务员给钱就什么都干，给你1000块，喝了这杯酒。啊，有点意思。再加1000块，嘿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哈！继续喝。唐笑，你堕落成这样，为了钱什么都敢做。陆先生，请自重。当年说要过上等人的生活，结果你就混成这样，来做服务员吗？当服务员怎么了？我靠自己养活自己，不丢人。你心比天高，如今这般模样，肯定憋屈吧？这样吧，我给你指一条出路。什么出路？你讨好我，求求我，说不定我心软，允许你做我的情人。我现在是你最爱的前任。你不是和朱云云在一起吗？知错了，我和朱云云没有关系。当然要做我的情人，也没那么容易。你得给我端茶倒水，而我很霸道。不好意思啊，我不和肮脏的人交朋友。里面有个叫赵强的，给人下药，抓起来报警。是。唐笑，5年前你在我最爱你的时候提出分手，这次我回国就是要向你要个交代。妈妈，你结婚了？你结婚了？生日快乐！笑笑是我的人，你还想挖墙脚？没门儿！你是疯了吧？5年前跟我分手，就选择了这个暴发户吗？嘿，那又怎么样？我和秦乐明结婚了，还有个孩子。那你看中了他什么？他鼻梁、大脸盘，一无是处，与你无关。长得和我好像，是妈妈照片上的那个。这个孩子长得真丑。没办法，
我爸丑我就丑。妈妈，那个讨厌的叔叔是不是？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罢了。我还没结婚，你竟然结婚，还是和秦月明那个暴发户。唐笑，真的带我去吃大餐吗？对啊。停车！来，秦月明，他出轨了。秦月明，陆景慈，你怎么这么渣？都有孩子还勾三搭四。我渣不渣跟你有什么关系？唐笑真是瞎了眼，怎么看上你这种人？你这么在意他，是你还喜欢他？当然不是，我就是看不惯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拆穿你。哥，你跟笑笑姐在一起了？是就好了，可惜他心里装了个蠢货。唐笑，学校不禁止恋爱，但是你未婚先孕，影响极其恶劣。老师，我和景慈是真心相爱的，而且我们都已经是大学生了。陆景慈是江城首富的继承人，事情一旦暴露，陆家可不止他一个儿子。可是，多为他想想吧，爱情不是占有，而是成全。你来这干什么？我是来给你看样东西。你家的那个暴发户不仅丑，还出轨。我劝你啊，还是早点跟他离婚，再找个好男人。当然，像我这样的，不一定能看上你这种离婚带娃的。但是你要是愿意求求我，我说不定会心软，会考虑一下。我是不会离婚的。他出轨了，你不离婚啊？只要他不把人带到我面前，我就能忍。唐笑，你就这么喜欢钱吗？为了钱连尊严都不要？因为小宝需要一个父亲，而你……爸爸，皮皮好想你啊！你好久回来。爸爸马上回来了，皮皮乖。而我是妈。看不出来啊，陆景慈，你孩子都有了。你都有孩子，我为什么不能有？那就别在外面到处找情人了，给孩子做个榜样吧。唐笑对你的暴发户很有问题，去查一下，唐笑和秦月明什么时候结的婚？还有，那个孩子。哎呀！爸爸，保姆欺负我。没有，我们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头发全湿了。没有。好了，你被开除了。再找个保姆，好好照顾皮皮。他是我哥留的唯一血脉，绝不能受委屈。总是找保姆，算是怎么回事啊？得给皮皮找个妈才对。妈，你怎么来了？你的大学同学知根知底，云云特意来探望我，很有心。云云这孩子我很喜欢，你也老大不小了。让你们聊，我还有事。
你跟云云好好聊聊。走，屁屁。其实我这次来就是看看阿姨，也没别的事儿。我家就住在旁边，要不你送送我呗？你家这么近啊？嗯，那你自己回去吧。皮皮，阿姨，谢谢你送的游戏机，真乖。皮皮，今天开家长会，你爸爸也会来，你要记得帮阿姨多说几句好话啊。我去上学了。慢点啊，唐小宝，你也太厉害了吧，又考第一！快给我看看你的试卷。哪里，都是妈妈教的好。唐小宝肯定考试作弊，他连个补习班都没上过，凭什么得第一？我爹地给我请了最厉害的家教，我都没有全对，他凭什么得？肯定是的，唐小宝的妈妈是个服务员，她天天陪人喝酒，哪里有钱给她找家教？李小飞，我妈妈是 KTV 的美女大老板。哼，去 KTV 的都是坏人，又脏又臭又穷，就像下水道的老鼠一样，老鼠还想考第一，不是作弊是什么？啊！不许说我妈妈！老师，唐小宝打人，怎么回事啊？陆皮皮说我作弊，还说我妈是陪酒的，还说我们一家人全部是老鼠。老师，我没有，唐小宝撒谎。对的，我可以作证。唐小宝，不管别人说什么，都不能动手打人。现在老师要取消你的考试成绩，这一次我们考试第一名是陆皮皮同学。凭什么？他比我少10分。就凭陆皮皮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而且他的爸爸刚给学校捐了200万。你的妈咪能给学校捐什么？一瓶别人喝剩下的啤酒吗？老师不公平，我要去告诉校长。唐小宝，你妈妈没有教过你要尊重老师吗？你欺负同学，当场打人，我要取消你的成绩，并罚1个星期的卫生。是他先骂我的，为什么不处罚他们？唐小宝，你是在教我怎么做老师吗？你虽然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第一名，但是现在讲究的是德智体美劳的，不光是成绩好就行的，品德差也不行。我看不光要取消你的成绩，还要打电话给你妈妈，让你妈妈过来给陆皮皮道歉，必须跪着道歉。好，跪着道歉更有诚意。唐笑，你家儿子在学校打人，现在过来。单亲家庭的孩子就是没教养。小宝，谁欺负你了？我就说他几句，他就动手打人。朱小姐，我刚刚已经罚小宝了，取消他的成绩。取消成绩就够了吗？让这个小野种现在立刻下跪道歉，不然我就找校长开除你。谁说我是野种？我有妈妈的。你是有妈，但谁不知道你妈还没毕业就跟野男人睡了？你说你不是野种，那你知道你爹是谁吗？他。爸爸，他打我。你怎么还打人呢？跟你那个爹一样，粗俗、野蛮、不讲理。我没有。陆总，你把皮皮教得这么好，他肯定不会打人的。唐小宝在园区一直不乖，撒谎成性，而且欺负其他小朋友。还有什么可说的？不仅撒谎，还打人！赶紧给皮皮道歉！我没有撒谎，我不道歉。打了人还不道歉？你妈怎么教你的？小小年纪就有暴力倾向，长大了肯定是杀人犯。他爹就是个没素质的暴发户。原来是不讲理的野蛮人啊！我呸！我就是没有教养，因为我爸爸就是没有教养、蛮不讲理的人。李老师，唐小宝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肯定有暴力倾向。皮皮跟他在同一个幼儿园很危险，建议你赶紧把他开除。这么坏的小孩确实得马上开除。唐小宝，你赶紧给陆皮皮道歉，不然马上开除你。听到没有？给陆皮皮道歉！我再也不要爸爸了。你们要不要脸？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小孩。妈妈，他们欺负我。陆锦慈，你敢欺负我儿子？我没有，是你儿子满口谎言，还动手打人，就跟他那个爹一样，都是劣质基因。你为了这个野种打我，你没资格说他。我为什么不能说？他这么坏，还不能让人说了？你还想打？因为你欠打。放开我，松手！陆总，查清楚了，唐小宝的爸爸不是钱乐明，是你。什么？陆锦慈，你太过分了！你让人调查我和小宝。快说，什么情况？我在你们学校查单的时候发现，唐笑女士当年退学的原因是未婚先孕，正是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唐笑，
你都怀了我的孩子，为什么离开我？我在和你谈的时候，也在和曲云月明谈啊。我怀了他的孩子和你分手，很合理啊。没错，我之前看见过，他们俩在小树林里苟且，一脚踏两船。唐笑，你真贱啊！我不信，谁会瞎了眼看上那个暴发户啊？这是借口吧？你就别自作多情了，你都有孩子了，收收心，把他教育好吧。我也没有你这样的丑爸爸。李老师，你身为老师品行不端，你不配教育小孩。这样的幼儿园，我们小宝不待了。小宝，我们走。谁敢走？谁敢欺负我乖孙子？就是你欺负我乖孙，对不对？你干什么？你就是那个小畜生的妈妈。我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小宝。你儿子欺负我孙子，我说你两句是轻的。来人，抓住他！你干什么？你这么做是犯法的。放开我妈妈！犯法？小孩打不了，大人我还不能打？你儿子欺负我孙子，你就该替他还。妈，不能打，撒开！静慈，那个小畜生欺负皮皮，你还替他妈说话？妈，你嘴里那个小畜生，就是您亲孙子啊！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唐笑，我之前偷偷拿了小宝的头发去做 DNA 检测，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静慈，你说那个唐小宝是我孙子？哎呦，我怎么能这么对我亲孙呢？真是太蠢了！你是唐笑，你的脸……你就别掺和。是，你那个报告能给我看看吗？没出来，再等等。这场闹剧我就不掺和了，你们自己玩吧，告辞。你慢走，回头来家里坐坐。阿姨，其实是陆总误会了，唐小宝不是您的孙子。云云呐，你是个好姑娘，回头啊，阿姨帮你多找2个公子哥。赵强，举报你给女孩下药，害你被抓的那个人是唐笑。小宝，有些人呢天生就是坏，你今天做的特别棒。妈妈，那个人是不是爸爸呀？小宝，你是想要爸爸吗？我才不想要，他不配当爸爸，我才不会认他呢。我有妈妈就够了。小宝说的对，陆景慈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当小宝的爸爸。妈妈，是不是所有小孩子都有爸爸？不提他了，今天赏小宝一块蛋糕，甜甜的蛋糕，好不好？嘿，妈妈，小宝，小宝，唐笑，我发你个位置，来找你儿子。楚云月，楚云月，我儿子呢？我儿子呢？想知道吗？唐笑，你就是个蠢货。小宝，绑架小孩是犯法的，更何况那是陆总的小孩，我哪敢乱来？你骗我？为什么？为什么？你算什么东西？上学的时候你就送上门给陆总睡，现在还来跟我抢？楚圆圆，你想多了，我根本就没想跟你闭嘴！给我过来！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楚圆圆，楚圆圆，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不是要举报我吗？啊！你什么举重啊？好好洗洗他的嘴，看他还敢不敢跟我抢男人。捂住他的嘴。喂，陆总啊，听说唐笑在你那儿，你找他什么事儿？听说唐笑在你那儿，你找他什么事儿？我跟他在外面玩呢。哎呀，之前是我错怪他了。唐小宝是好孩子，我想给他好好道歉。是吗？那你们在哪玩呢？你这是在质问我吗？我又不会害他。让唐笑说句话。他现在正玩得开心呢，没空听你讲话。
放心吧，等会儿他就回去了。那好吧，你们注意安全。陆锦泽刚才是什么声音？唐啸叫我吗？朱云云，让唐啸接电话。朱云云，让唐啸接电话。哎呀，陆总，唐啸他吃东西不小心呛到了。唐啸，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慢点吃。陆总，你别大惊小怪的，我还请他吃棒棒糖呢。陆总，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啊？那好吧。齐特助，让公司全网搜索唐啸的位置。他妈就是个烂货！关门。不会有人来救你的，这里没有信号。你猜陆锦慈多久才能找到你啊？周圆圆，你这么做你会遭报应的。报应？那是没本事的人才说的话。周圆圆，就算你怎么折磨我，陆锦慈也不会喜欢你的。你别犯傻了。犯傻？我让你活着才是犯傻。愣着干什么？继续。我。这么快就不行了？我还给你准备了好东西呢。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活着就是对不起我。你看啊，好戏开场了。别过来！你要干什么？陆总，根据基本 DNA 比对，唐小宝就是你的儿子。根据手机定位，他们现在在野外的废旧仓库。仓库？唐啸有危险。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满意吗？他们可都是身经百战，最懂得怎么玩弄你，能让你舒服。要干嘛？要干什么？放开我！掰开！张嘴！你给我吃的什么药？当然是让你欲仙欲死的药啊！我可是花了不少钱呢。竟然给我吃那种药，你不得好死！闭嘴！你有什么资格骂我？你就是个低贱的婊子，身份低微，还妄想飞上枝头当凤凰，简直是做梦！陆锦慈想娶你是吧？那我就毁了你！别过来！我最喜欢看这种戏码了。放开我！放开我！你这浪荡的样子，他还会要你吗？放开我！我早就跟他分手了，我不会嫁给他的！你放开我！现在你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想叫就大声叫出来吧，兴许还能让你少受点罪。救命！别玩死了，留个活口。录完视频把它丢到大街上。救命！救命！怎么又来电话？让唐啸接电话，我听他的声音。陆总，你找唐啸有什么事吗？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但你切记不要动唐啸。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对唐啸下手呢？我现在要听他的声音，不然我不放心。好，唐啸，如果你不想你儿子出事，就给我好好说话。陆锦慈，唐啸，今天玩得开心吗？我很开心，我和云云在游乐场。开心就好。现在可以了吗？周圆圆，你不是3岁小孩，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你比我清楚。要是唐啸有任何闪失，我不会放过你。开快点，唐啸有危险！你个贱人，陆锦慈居然为了你威胁我！哼，仔细看看你这张脸，是挺会诱惑男人的。拿把刀来，你说我该从哪儿下手好呢？
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我们还是好姐妹。闭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当好姐妹啊？像你这种垃圾，就应该烂死在外面。随便你们怎么玩，越惨越好。我最喜欢看这种戏码了。住手！走。你没事吧？陆总，唐笑不知道从哪儿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我跟他说了，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就是不听我的。你以为我会被你蒙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吗？我不喜欢你，跟其他人没有关系。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他，还想找人玷污他，你心怎么这么狠毒？对不起。齐特助，是，把他给我拉下去。不要，不要，不要！外边的人都给我废了！疼不疼？疼不疼？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我尽量轻一点吧。小宝找到了吗？先不用担心，他已经找到了。他们没有伤害我的孩子，他想伤害你。我要是早一点发现就好了，你就不会受这么多苦。你已经来得很及时了，是我自己太着急了，就给你发了信息，没等你过来。先不用担心这么多，好好养伤。等你痊愈了，我就向所有人宣布，你是我老婆。谁是你老婆？就算小宝是你儿子，我可跟你没关系。我不仅是要娶你，你还是我陆氏的女主人。得了吧，6年前我没这个命，现在我也没有。怎么没有？我陆景慈的态度，那他一定是够。怎么，陆总是觉得我配不上你？没有，你想做什么事，我都支持你，哪怕你只是一个拿3000块月薪的小员工，我都可以接受。只是我不会再让你受苦。不过你还别说，我还真找了一份简单的工作，我不去 KTV 了。恭送夫人上班。夫人，陆景慈，我就去上个班，你搞这么大阵仗干什么呀？还有啊，我不是你夫人。你当然是我夫人。唐小宝都跟我回家了，所以我要替你撑场面，不能让人欺负你。撑什么场面啊？我看你就是想耍我吧。我可警告你，不许跟我的公司人说什么我是你的夫人。那在外边可以吗？你要是想上班，可以留在陆氏，我让你当总经理，然后呢，我回家可以当小娇夫，你养我。走开，行了。你说什么？没什么。行了，大总裁，赶紧带你的人走吧。没事，我不忙。走开。好了。陆景慈啊，我可警告你，不许曝光我的身份。夫人注意安全。齐特助，吩咐下去，收购夫人所在的公司，告诉他们，我的夫人在设计部实习。这辆车怎么这么眼熟啊？哎，林糖糖，好巧啊，你也在风耀实习啊？你是？我唐笑，咱们之前大一同个班过的。原来是那个乱搞男女关系、未婚先孕还靠着抄袭的唐笑啊！到了公司，别说我认识你。我明明办理了休学，后面转去外国进修了，怎么传承抄袭被学校开除了？喂，什么？公司被收购了？总裁夫人要来公司实习？主管，怎么了？你们两个，快，去跟我迎接夫人！公司被收购了，总裁夫人要来咱们部门实习。
主管，咱们部门这次来了2个实习生，哪个是总裁夫人啊？你没瞧见吗？一个有价值1000万的豪车接送，另一个骑破电车的，谁是总裁夫人还用得着说吗？小梅说的有道理，总裁夫人就算到基层实习，也肯定跟那些穷酸的实习生不一样。咱们可得把握好机会，咱们设计部能不能在公司脱颖而出，就看这回了。你是来设计部实习的吧？我是设计部的主管王红，这是小梅、李蜜，我们是专门来迎你的。你们好，我是新来的实习生林糖糖。夫人您就不用装了，你的身份呀，我们都知道了。这些人对我这么客气，是把我当成总裁夫人了？也好，可以利用一下这个身份啊。对，我来基层锻炼，都说了别让他告诉你们。总裁也是怕您受委屈呀。她是这家公司的总裁夫人。林糖糖，你结婚了？夫人，你们认识？他就是一个上大学乱搞男女关系，还到处乱抄袭，被学校开除的人。我可不熟，原来是大学都没毕业的人，这种人怎么有脸来咱们公司实习啊？林糖糖，我抄袭被开除是假的，你不要造谣好吧？那未婚先孕呢？我新来的实习生是吧？夫人说了，跟你不熟。夫人这边请。员工对总裁夫人这么谄媚，还好我没去陆氏集团，要不然……新来的，你去给夫人倒一杯咖啡去。唐笑，我喊你，你听到没？我向来只喝手磨的，喝这种速溶的我会过敏的。我向来只喝手磨的，喝这种速溶的我会过敏的。听到没啊？还不快去给夫人准备手磨咖啡！公司3公里外有一家高档的咖啡店，你现在就去。他又不是没有手没有脚，我是来工作的，不是让你们使唤的。笑死我！你连大学都没读完，还工作？公司的设计图你看得懂吗？新来的实习生都是从打杂跑腿过来的，你能为夫人跑腿已经是你的荣幸了。你还杵着干嘛？快去啊！你别影响我们部门工作。你们算了，才来没几天就和同事起矛盾，要是被陆景辞知道，肯定笑死了。回头逼着我去陆氏也麻烦，还是忍忍吧。手磨咖啡是吧？手磨咖啡。夫人，手磨咖啡。哎呀，唐笑，你搞什么？哎呀，这布料和剪裁不是高定款的吧？我听说高定版的衣服都价值好几百万呢。唐笑，你能不能注意点啊？你把总裁夫人的衣服弄脏了，你赔得起吗？看什么看啊？我这身衣服可是国际著名设计师蜜雪儿的新款高定，把你们全家卖了都赔不起。我怎么不记得我设计过这款衣服？你这个蜜雪儿啊，是假的。你胡说什么？我是总裁夫人，怎么可能是假的？去年年底的发布会上，蜜雪儿已经宣布要休息2年了，怎么可能会有新款上市？好像还真有这个新闻。他们这些设计师是不对外设计，但不代表不对我设计。一个穷逼就不要用普通人的思维去考虑富豪之间的事儿了。就算你这个是蜜雪儿的设计款，但是蜜雪儿的设计都是采用特殊的缝合走线，你看你这款明显就不是。唐笑，你还死撑什么呀？你连大学都没上过，你还知道蜜雪儿的缝合走线？唐笑，别用你浅薄的眼光来污蔑我。这里怎么了？王主管，这个唐笑不仅弄脏了我几百万的衣服，还倒打一耙，污蔑我的衣服是假的。夫人的衣服怎么可能是假的？唐笑，快给夫人道歉。你现在跟我道歉，我还可以看在我们同学一场的份上，不追究你的责任。不是，你们就这么相信他？不然呢？信你一个小小的实习生嘛。人会说谎，但衣服不会。正品的蜜雪儿高定采用的3股内扣缝合线，就是为了让衣服的线条看起来更加完整，更加完美。那你们可以看看他的，明显就不是我说的那种3股内扣缝合线。又开始瞎编了。哎，你们自己看看就知道了。他说的好像是真的。这衣服真是假的？不过网上也说了，蜜雪儿也出了一款舒适款的高定，不一定采用这种缝合方式。对，我身上这件就是我家那位高价给我买的舒适款，怎么可能用普通的方式鉴定？我就说嘛，这夫人的衣服怎么可能是假的嘛？我真是自己害自己，为了自己穿的衣服舒服，舍弃不用这种缝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我是说，能不能让总裁夫人带我们这群没见识的人见见总裁？他明明穿的假衣服，非要说正品，我倒要看看这个总裁夫人是真的还是假的。这
总裁呀，刚刚收购咱们公司，如果咱们设计部可以提前在总裁面前露一露脸儿。是啊是啊，如果能和总裁一起吃饭的话，那就太好了。夫人啊，这么点小事应该没问题吧？上哪儿给他变出个总裁啊？这夫人不想答应，看来还是看不起我设计部啊。不是，只是我家那位日理万机的，最近怕是没什么时间。我看呀，还是没把我们当成自己人。这样吧，为表歉意，我这周末带大家去我的别墅看看，就在云宫。云宫？一套别墅价值好几个亿的云宫？听说那里的别墅在泳池跟空中花园，身价没有几个亿的人根本都进不去。云宫那套别墅，我记得陆锦慈也送了我一套来着。周末跟我一起去吧，别说我们孤立你。糖糖，林叔，不好意思啊，我家司机来接我，我先走了。夫人的司机怎么称呼夫人起来这么亲切啊？这不更说明夫人心善，把身边人当家人吗？我们跟着夫人有福了。爸，我不是都跟你提前说了吗？在公司要叫我夫人。哎呀，抱歉，我给忘了。对了，你问那个别墅有问题吗？我不管，我已经跟同事说了。没问题，那个别墅啊，总裁夫人暂时不住，有你妈在，放心吧。哇，不愧是云宫啊！刚刚我就看到了好多豪车，那都是千万级别的。那当然了，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真是三生有幸了，这都多亏了夫人。这里的别墅啊，每家每户都配备私人管家，这些管家都是要在国外进修过，最低也要会8国语言。一个管家都这么厉害，我可听说了，就算在这里当佣人，也都是需要博士学位呢。这个方向怎么有点像去我家别墅的样子啊？喂，土包子，瞎嘀咕什么呢？让他看吧，以前估计从来没来过这种地方。也是，你好好看吧。离开这里以后，你的谈资都有了。一个别墅而已，都这么大惊小怪。发什么呆呢，土包子啊？没什么，我没发呆，我只是在想，咱们好不容易来一趟云宫，是不是得吃点好吃的，才能彰显夫人尊贵的身份？那是当然，保证让你这个土包子大开眼界。哇，那我可太期待了！我听网上说，云宫有个叫云厨的米其林3星餐厅，不对外营业，只为住在云宫内的人提供美食。主厨是国外的顶级大赛的冠军，我们能不能也吃上啊？这来都来了，夫人肯定会给我们安排上的。夫人，您这么为难，该不会是你不住在这吧？谁说的？我现在就叫人去准备。林妈，我下午要带几个同事回来，你去云厨订一桌送到别墅。这是只有少爷和夫人他们才可以的呀。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快去。等着吧，我已经叫人去准备了。我们真的沾到光了，谢谢夫人。这还真是陆锦慈送我的这套。小姐，你来啦，你先去准备午饭吧，我自己招呼朋友就好。这个背影怎么看着有些眼熟啊？看什么看？这没你的事儿了，快下去啊！夫人，这云宫可真大呀，真不愧是云宫。我刚才在院子里看到了好多名贵的花，只有夫人和总裁才能把这些名贵的花收集到吧？唐笑，你干什么？随便看看啊。唐笑，我提醒你一下，这个绿植可是我老公在国外领回来的，你毛手毛脚的小心点儿。不愧是土包子啊，一点规矩都不懂。这植物花卉不就是用来观赏和愉悦心情的吗？看一下怎么了？你看，我们都来到你的别墅了，你不带我们去参观一下你那些奢侈品大牌，让我这个土包子也长长眼？是啊，夫人，你带我们开开眼吧，走吧。这楼梯可真好看呀，注意形象，没见过一样。这是密码锁，我当然知道。对了，你不知道密码？我怎么？难道不是你的别墅？唐笑，你胡说八道什么啊？夫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密码呢？唐笑，你要再这么放肆，就给我滚出去！夫人，问问都不行啊！夫人名下那么多产业，这密码不记得很正常的吧？我先带你们去别处逛逛，回头我密码想起来了，我们再回来。
唐笑，你干什么啊？弄坏了你赔得起吗？可以参观了。唐笑，你怎么会有这个密码锁的指纹？听林妈说，我最近别墅里新雇了几个女佣，你该不会还在这兼职吧？唐笑，我们公司是不允许员工兼职的，一经发现是要立刻开除的。我为什么就非得是这儿的兼职女佣，就不能是这儿的女主人呢？有些人呀，就喜欢给自己戴高帽子，一个兼职女佣就想当女主人，真是可笑。切！哇，这个阳台好大，好舒服啊！哇，这条项链不是著名意大利设计师设计的那条限量版项链吗？这些要真的都是我的就好了。这个项链我劝你别用了，它这个锁扣坏了，很容易散掉。你没事吧？夫人都没说什么，轮得到你说话吗？唐笑，我知道你嫉妒，但这是我的东西，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糖糖，我忍你很久了，你知不知道这个项链的锁扣工艺已经失传了，修复不了的呀？这是我的东西，我想怎么样，用得着你管吗？你，唐笑，这是夫人的地盘，过来过来，别丢人现眼。你就这么笃定这是他的地盘啊？这不是我的地盘，难不成还是你的？不好意思啊，这还真是我的地盘。你的？没错，就是我的。这是云宫，哪是你一个穷酸实习生能拥有的？你呀，别白日做梦了。唐笑，我看你是穷疯了吧？没关系，我会让你看清楚。喂，待会儿过来一下，待会儿就让别墅的保姆告诉你，这到底是谁的地盘。好呀，我拭目以待。有些人啊，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唐笑，记得为你的无知道歉。小姐，告诉他，这是谁的地盘？当然是小姐你的地盘。唐笑，这次你该听清楚了吧？唐小姐，哎呀，你抓我做什么？这没你事了，快下去。林妈，你为什么说谎？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个别墅到底是谁的？是，告诉他是谁的？是唐小姐的。林糖糖，你听清楚了吗？这个别墅是我的，谁给你的胆子冒用我的身份来这里的？唐笑，你没事吧？人家口中说的唐小姐是林糖糖。唐笑，夫人好心带咱们来长见识，你要不就给夫人道个歉吧？跪下，给我道歉，说不定我还能留你在这儿呢。林糖糖，这句话应该是我说才对吧？道歉人应该是你。你如果现在跟我道歉的话，我可以不计较你冒用身份来我别墅，我也不去计较你弄坏项链的事情。唐笑，你别太过分了。唐笑，不要再闹了。哼，我闹是吧？那我现在就把这个别墅管家叫过来，让他来看看认不认识你这位唐小姐。林妈，你拦他干什么？我倒是要看看他能把什么人叫来。喂，刘晨，我现在在别墅2楼，你立马过来一趟。刘晨，难道是荷兰国际管家学院金奖毕业的那个刘晨？听说连伯爵请他做管家他都没有去，最后被我们总裁以天价挖回来，打理他江城的产业。他哪会认识那样的大人物啊？我看呀，就不知道从哪儿听的名字就说出来罢了。哼，像这种大人物不是我们能够轻易见到的。于你们而言可能是大人物，于我而言不是。没关系，等下刘晨来了，我们就知道谁在说谎。唐笑，这都过去多久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这个刘晨该不会是不来了吧？谁说我没来？唐笑，这都多长时间了，人影都没见着，这个刘晨该不会是不来了吧？谁说我没来？你就是唐笑那个土包子打电话叫来的人？你算什么东西啊？你敢冒充刘成？放肆！我就是刘成。你就别装了，我们这有别墅的员工，像你这种假货玩蛋去。刘先生，他真是刘成？就算真的是刘成，也不能动手打人呀！哎呀，夫人，你得替我做主啊！夫人，该死的，刘成怎么会真的过来？你多嘴冒犯了刘先生，难道不该挨打吗？等等，我们夫人的珍珠项链是谁弄的？你还是你？夫人的珍珠项链是她自己弄坏的，和我们没有关系。她？夫人？完了完了，这下死定了！我……哎，刘晨，人家是珍珠项链的主人，弄坏了项链还用向你汇报吗？我现在还不想暴露身份，
你帮我遮掩一下。瞧我这脑子，好久没见，连夫人长什么样都记不大清了。小姐，来之前怎么不提前说一声？真是个蠢货，居然连主人长什么样都能忘。正好，那就让我来当这个主人吧。我带同事来，想着低调点儿，所以就没提前通知你啊。既然是小姐带同事来玩，就没问题。不过夫人一个人来就算了，为什么带这些闲杂人等？要是少爷知道了，可不好。算了，今天被唐笑弄得也没了兴致，也没什么胃口，我先走了。主人家都走了，你们几个想留在这里一辈子吗？夫人，我还想试试这些首饰呢。小姐，我错了，我知道错了。吃里扒外的狗东西，从今天起你不用过来了。刘先生，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我要挣钱给糖糖攒嫁妆的，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糖糖，你是林糖糖的妈妈？是，糖糖她不懂事，我这就回去好好的跟她说，让她来跟夫人赔罪。哎，千万别！我现在呢还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呢，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告诉他。如果你替我保密呢，你就可以留下来继续工作；如果让他知道了，你就不用来了。好，我不会让他知道的。起来吧。谢谢夫人。那我也走了。我送送你。夫人，这刘晨怎么对唐啸这么恭敬啊？而且他还有别墅密码锁的指纹，那个刘成好像也跟他很熟悉啊。刘晨好像也是他打电话叫过来的。夫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刘成好像半点不尊重你，但是对那个实习生十分的亲近啊。事到如今，我也只好跟你们说实话了。其实，唐啸跟刘成是那种关系啊。这刘成应该结婚了吧？那个土包子还是小三，他的私生活我不该多说什么。当初在学校的时候，他就和好多男人纠缠不清，后来还未婚先孕，被学校给开除了。之前我就亲眼看到过他跟刘成在别墅里乱搞。哦，我说他怎么有别墅密码锁的指纹呢？这肯定是刘成搞鬼。哎，夫人，你可得通知总裁把刘成给开除掉。等回头我跟我老公说一声，这么脏的人居然在咱们办公室。琳琳，你们可要注意了啊，别被他染上什么脏病了。咱们这样做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他都有脸当小三，还怕咱们谴责啊？你呀，就是道德标准太高。哼！哎，大家快看呀，落汤鸡！你干什么？当然是给你好好清洗清洗啦。哎呀，别挡着呀，让大家看看你是怎么勾引男人的。哎，别拍了！你抢什么呀？心虚了吧？不心虚抢什么手机呀？哼！孙梅，离他远点儿。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身上不定有什么脏病，小心你被染上了。夫人不说，我还忘了呢。这就替你好好消消毒。消毒是吧？哎呀，唐笑，你干什么？林糖糖，我还想问你，是不是又造我谣了？我造谣？你自己给老男人当小三，还不让别人说吗？就是，现在开始装无辜了。我看呀，你是当了婊子还立牌坊。吵什么吵？哎，主管，你看看他，我好心给他洗洗身上的脏病，他非但不领情，他还拿酒精喷我们。不是的，我……你什么你？看你现在有没有半点风要直供的样子？把自己收拾一下，开会。你们几个，先跟我进来。奇想公司的王总对咱们的设计非常不满意，要求咱们重新做一份。只是之前负责这个项目小玲已经离职，你们俩谁来接手？主管，你别看我呀，我手头上还有堆工作没完成呢，哪有精力接手这个呀？主管，王总那个人猥琐好色，我不想去啊。让你们接手个项目推三阻四的，
奇想的项目拿不下来，部门业绩不达标，你们说怎么办？主管，我们不是还有一个人吗？对呀，唐笑。唐笑，一个实习生。哎呀，主管，王总那个人你还不清楚吗？只要肯陪他睡，合同上的事儿就不是事儿。那个土包子当小三还要攀高枝儿，指不定要跟王总刚好为我们公司提高业绩呢。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呀？哎，唐笑，过来坐，过来坐。唐笑啊，公司有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想要交给你。这是材料，你先了解一下。下周之前呢，做出一份测底方案给奇想的王总。奇想，王总，土包子，奇想这么重要的任务，主管都交给你了，你可别让主管失望呀！我一定会尽力的。散会。一个实习生尽哪门子力呀？在床上尽力也是尽力呀。这么做样的，我们可比不过他会。那这件事先瞒着，我确认了告诉他。夫人身边那男的是谁？那个好像是奇想王总的助理。奇想的王总性骚扰民间女性，传出了不少丑闻。夫人接触他会不会出问题？去查一下，他们进哪个房间？是。王总，这就是唐设计师。唐设计师来了，快坐快坐。唐设计师比想象中的漂亮啊。王总，咱们先看看设计方案吧。方案啊，唐设计师说说。我们按照您之前的要求，把这些镂空的部分设计成镂空图案，这样呢比较符合产品的特征。不知道贵公司对这个想法有什么意见吗？王总方案不着急不着急，你先陪我喝一杯。喝呀。那个王总，真是不好意思，我这个酒精过敏。小唐啊，不要再推辞了，让你们喝个酒，10个有9个说酒精过敏，喝一杯吧，我又吃不了你，喝一杯酒，交个朋友。我是真不能喝酒。唐设计师啊，你不要给脸不要脸啊！这杯酒你喝也得喝，不喝我让方耀开除你。这就对了嘛，小姑娘学会服软。看你们公司那个不听话那个女人，哎呀，被人折磨的都没什么人样了。你跟他们不一样，你识相。跑呀，怎么不跑了？我呀，就喜欢这种有野心的女人，我就喜欢在床上征服你们这种不听话的女人。放开我，哥，你放开我，不然就死定了。死定了。巴不得死在你身上呢！挣扎吧，反抗吧！你越反抗，我越兴奋。我警告你啊，别过来！我跟陆锦慈关系可非同一般，你要是敢碰我，他不会放过你的。宝贝儿，你太小看我了，天王老子我都不怕，陆锦慈是个屁！是吗？是吗？陆总，我和他都是开玩笑的，你不要当真啊！陆总，你看我刚才说的都不是真。哎呦，陆总，不关我的事儿啊，都是他勾引我的。我勾引你？你这副德行，我勾引你？陆总，就是他来房间勾引的我的，你要相信我呀！是吗？我夫人连我都看不上，他勾引你，那你说说，他是怎么勾引你的？他用手摸我大腿，他还说。您夫人，你继续说。陆总，我真不知道她是您夫人。我要是知道是您夫人的话，你给我100个胆子我都不敢啊！拖下去。为了药，他想怎么对夫人就怎么对他。夫人，你越美心善的，你给我求求情吧！哎呦，你这些年用这些龌龊手段祸害了多少女孩？你有什么资格求情？我下去，我该死，我再也不敢了。你以为你这几巴掌能抵消这些年那些女孩受的屈辱吗？我告诉你，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关，
你自己活该。拖下去吧。干什么？我还没原谅你。老婆，老婆，老婆，你理理我嘛。老婆，老婆，你看在我今天救你的份上，你就接受我吧。一码归一码，今天你救了我，我很感激你，但不代表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我也说不过你，既然我救了你，可以给我一个小奖励。你想要什么奖励啊？亲我一下呗。做梦！任重道远。唐笑，这个奇想的合作现在什么进展了？主管，奇想应该不会跟咱们合作啊？什么？唐笑，奇想的项目咱们公司多重视啊？那王总好好的，怎么突然不合作了？是不是你得罪他了？把合作商得罪，还有脸待在公司？唐笑，现在收拾你的东西，给我滚出去！不是，你们都不看新闻的吗？奇想这个公司都没了。胡说什么呢？说奇想公司没了。主管，还真是奇想破产，王总在酒店和……在酒店干嘛？和保镖助理乱……你们别看我啊，这事可跟我没关系啊。我就说嘛，凑巧罢了，他哪有那个能耐啊？唐笑，虽然是这样，但这个项目也是在你手上弄没的，影响了咱们部门的业绩，你还是要负责的。主管，虽然说咱们失去了奇想这个合作，但是我已经找到了新的合作公司，合同我都签好了。就你又没有人脉，上哪儿签合同去啊？唐笑，咱们风药可是大公司，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合作的。这全国排名500强的，排名第1的陆氏集团，算不算是阿猫阿狗？陆氏集团难道是陆景慈陆总手下的陆氏集团？这要是能合作上，别说这个季度了，连5年绩效都超额完成了。陆氏集团怎么可能和你搭上合作？你在说谎！撒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谎，你觉得有意思吗？主管，我有没有撒谎，你看一眼不就知道了？啊，还真是陆景慈陆总。有了这个合同啊，咱们公司就会脱颖而出了，我们升职加薪不是梦啊！夫人，干嘛扔了呀？这份合同是假的。林糖糖，你凭什么说我的合同是假的？就凭我是咱们公司的总裁夫人，你一个小小的实习生，有什么渠道跟陆氏集团合作？夫人说的对，夫人才和陆总是一个圈子的，她见过陆总，肯定也见过陆总的笔记。夫人说是造假的，那就是造假的。唐笑，你好大胆子！主管，这个合同的确是真的，是陆景慈亲自签的字。如果你们不信的话，可以去陆氏集团核实啊。陆景慈，很多人求着见都见不到，你有什么渠道能见到陆总？我不但能接触到，而且他天天求着我交往。我自然有我自己的渠道。王总管，照我看，这个文件肯定是假的，不能核实。且不说陆氏会不会回应，一旦回应我们造了假，多丢人啊！要是行业内知道我们风药有个实习生伪造合同，那多丢人呀！严重点儿，陆氏集团还会追究我们责任呢。王主管，这种撒谎成性还恶意伪造合同的人，我们就应该报警抓起来，否则出了事儿别赖在我们头上。林糖糖，你真以为大家尊称你一声总裁夫人，你就真的能掌握所有人的生死大权吗？混账！都什么时候了，还敢胡言乱语？你真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走！你干什么？干什么？像你这种撒谎成性，差点给公司酿成损失的人，我就应该报警抓你！请问唐小姐在吗？您是？我是陆氏集团项目部经理王耀，来找唐笑，唐小姐。哦，王经理，您来的正好，我正打算把这个伪造合同的人带去抓起来呢。伪造合同？王经理，就是这个实习生伪造和你们陆氏的合同，和我们部门没有关系啊！
你们要追究责任，就追究他的。对，你们啊，可能搞错了。我这次来呢，是找唐小姐商量陆氏的策划方案的后续工作。陆氏集团的设计方案真谈下来了？哎呀，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合同它就是真的。你等一下，王经理，请您看一下，这份合同是不是真的是你们陆氏集团的合同？陆总亲自在上面签的字，你这话是在质疑陆总？不，他只是个实习生啊，这陆总凭什么跟他签合同？这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听说是和贵公司总裁夫人有点关系。原来是借我的关系啊！哼，原来如此，要不然怎么会有渠道跟陆氏集团签合同呢？哎，土包子，你应该好好谢谢夫人。夫人？房经理，您有所不知，这位林糖糖林小姐就是我们的总裁夫人。这陆总啊，一定是看在她的面子上才给我们签的合同。哦，这个项目是我辛辛苦苦设计的方案，就签了合同，怎么功劳就剩他的了？你滚一边去吧，这哪有你的事儿啊？要不是没有夫人的话，就你那破方案，怎么可能跟陆氏集团签合同呢？这人呢，就得看清楚自己的位置，不是自己的功劳不要抢。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难道我眼前就是陆总夫人？我可得打好关系。唐小姐，你怎么跟夫人说话呢？虽然说这个方案是你的，但是签合同是看在夫人的面子上才签下来的，所以啊，这功劳是夫人的。唐笑，你听清楚了吗？黄经理，你也算是陆氏集团的一个中层管理，你怎么能对一个假货这么谄媚呢？什么假货？睁大您的眼睛看清楚，这位可是如假包换的陆总夫人。他，陆总，陆夫人。陆总夫人。王经理，可是陆景慈陆总的夫人，除了他，谁还能在陆氏集团称为陆总啊？是吧，夫人？怎么又变成陆总夫人了？现在否认，我就彻底下不了台了。对，我就是陆夫人。你现在说谎话，你都不打磕巴不脸红了？滚一边去吧，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糖糖，原来您就是陆总夫人啊！您瞒得我们好苦啊！本来我还想着低调，我那一直有人招惹。算了，不理这种讨人厌的东西了。王经理，夫人，既然这份合同是看在我的面子才签下来的，那么可以由我来指定这个项目负责人吗？您呢，想指定谁都可以。那就由我来做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林糖糖，我的设计初稿你看得懂吗？就算是你想接手，你也得要有这个能力呀。夫人的能力也是你能质疑的。既然如此的话，咱们拭目以待。什么破方案啊！你不是对陆氏集团的项目很感兴趣吗？你的机会来了，这个项目交给你做。怎么回事啊？这没到夏天的，怎么这么多蚊子嗡嗡叫啊？唐笑，哎呀，总裁夫人来了，不好意思啊，没看见你。这蚊子太多了，还以为是虫子叫呢。陆氏集团的项目方案，你好好琢磨琢磨。有点口渴，这人一口渴啊，耳朵就有点背。哎，夫人，您刚才说什么？哼。我改变主意了，我突然特别想喝手磨咖啡。你耍我呢？夫人，您才看出来啊，当初这个项目可是您抢不去的，还非不让我做，您非要自己来，怎么现在做不了了又想丢给我？您拿我当傻子耍呢？怎么跟夫人说话呢？夫人这样做呀，也是给你一个锻炼的机会。那这事儿就这样定了，方案你继续完善，这项目做好了也有你的一份功劳，是不是？听见王主管说的吗？我是总裁的夫人，帮我干活是你的本分，你要是拒绝的话，联系全行业封杀你。算了，风耀的项目没必要为了这个跳梁小丑之妻导致项目毁掉。唉。
我想给我男朋友选一件礼物，你有什么推荐吗？我们这里可是全球顶级品牌，随便一件 T 恤就要好几万，你买得起吗？那边有几件打折的领带，也许有你买得起的，自己看吧。算了，不过领带确实是一个好选择。两位女士，请问需要点什么？把你们店的最新款全都给我拿过来。是这样的，我们这儿的最新款至少也是10万起步，一般情况下不买是不让试的。你这个导购怎么回事？你知道他是谁吗？陆总夫人，钱会少了你吗？陆总？哪个陆总啊？整个江城还有哪个陆总？竟然是陆总夫人！你稍等，我马上去给你拿最新款。唐笑，你一个土包子也配来这种地方？这里边开门做生意，我配不配和你有什么关系啊？夫人，你们认识？认识，这个呀是我们公司的实习生，一个月工资不到3000，哪买得起你们店里的衣服呀？谁说我买不起了？我选好了，7号这条领带吧，帮我包起来。导购，你现在把他赶出去，说不定我会在你这儿多买几件衣服，帮你冲冲业绩。啊，你干什么呀？没听见总裁夫人说吗？像你这种社会底层贱民，没资格买我们店的东西。商家拒售，你这是违法行为。违法？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我们这里可是玉莲，社会上的顶尖品牌，我们只提供像夫人这种尊贵的客人，至于你根本不配。听见了吗？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还不快走！再待在这里，小心污染了我们店的环境。你服务行业应该对所有客人一视同仁，你这么踩低捧高的，你就不怕我向总部投诉吗？谁要举报我们员工啊？店长，你总算来了。那个女的弄脏了我们店的衣服，我没让她赔偿也就算了，她还要投诉我。店长，你要替我做主啊！这位女士，我们的员工说的是真的吗？真的，用总裁夫人为我作证。总裁夫人？那个是陆氏集团总裁陆景慈的夫人。陆氏集团，咱们这家商场不就是陆氏集团旗下的吗？陆夫人这么重要的人物，咱们可得罪不起啊！让我来。夫人，不好意思，让你目睹了一场闹剧。我想请问一下，咱们的员工说的是真的吗？是真的，我亲眼目睹这个低贱的土包子弄脏了那条领带。如果连他也配买你们品牌的产品，那这间店我再也不来了。我们走。林糖糖，给你一个装总裁夫人身份的机会，你还装上瘾了。如果你真的是真的总裁夫人，那你就把这2条裙子买下来，也让我们大家见识见识这位总裁夫人出手有多阔绰啊！就2件衣服而已，夫人坐拥1000亿家产，就算把整个店买下来也不会眨眼的，是吧，夫人？只要是夫人您购物，我一定给你打最高优惠。我怎么了？结账啊！你这么为难，该不会是没钱吧？谁说我没钱？我卡里的钱都是无限额的。夫人，你喜欢哪件，我马上给你包起来。是啊是啊，夫人，你喜欢哪一件啊？我虽然有钱，但我也不是冤大头，有这个人在，我一件也不买。我们走。夫人，您别走啊！都是这个低贱的下等人害了您的眼，我现在就赶他走。这位女士，你冲撞了我们最尊贵的客人，请你马上离开。请你离开！我要是不走呢？那我只有请商场的保安来赶你走了。这里可是陆氏集团旗下的商场，在这儿闹事，没你好果子吃。人呐，要有自知之明，像你这种低贱的，怎么能买得起这个东西呢？我要是你啊，我早就捂着脸跑了。听见没有？还不快走！还不快走！你这种人适合在外面捡地摊货，赶紧走！要我走，该走人是你们。陆氏集团的商场里面就不应该存在你们这种踩低捧高的人。你，喂，特助，把玉莲逐出陆氏集团的商场，拉入黑名单，永不合作。我劝你们还是赶紧收拾一下，等一下陆氏集团的人就来了。土包子，你吓唬谁呢？你以为你随便打个电话就能叫来人吗？
你清醒点吧，这不是你做梦的地方。我说呢，像这种神经有问题、胡言乱语的人，怎么会待在我们店里？小杨，马上叫保安轰他走。是。喂，保安，这里有人闹事，得罪我们的贵宾。对，赶紧上来。我已经通知保安了，他们马上就会过来。你要是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赶走，我劝你赶紧离开。那我们就看看，到底是谁被赶走了。齐特助，咱们店里有人闹事，没想到把您给惊动了过来。就是他，那个人他神经有问题，满口胡言乱语的，请你马上赶他离开。夫人，齐特助，你是不是搞错了？这位才是夫人，那个他是闹事的呀。闭嘴！有眼无珠的东西，陆氏的商场是怎么让你们进来的？给你们这个品牌1个小时之内给我搬出去！你肯定是弄错了呀，我们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出商场啊？为什么？因为你们得罪了夫人。夫人？她是夫人？这位先生，我想呢，你是搞错了。这个夫人能让人变虚伪的称谓，我可不敢认啊！这里的人在那儿。是啊，肯定是搞错了，这位才是陆总夫人。对，误会，都是误会。齐特助，你看，这误会咱们都解除了，我们是不是不用搬出去了？上面已经通知让你们搬走，这是我办不到的。夫人，我们是按照您的意思赶他走的呀，夫人，我们完全是按照您的意思啊！现在我们的品牌要被赶出去了，夫人，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是啊，夫人，你得向我们提楼总求情啊！我哪有那个本事替你们求情啊？你们这种货色，哪配让我替你们求情啊？乌烟瘴气的品牌，最好再也不要出现。小梅，我们走。店长，你们是自己动手呢，还是让我们来帮你动手啊？齐特助啊，我们真的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如果让我们搬出商场，总部一定会开除我们的。我求求你告诉我，我到底得罪了谁？我马上给他赔礼道歉。你们想知道你们到底得罪了谁？好，我告诉你们。你闭嘴，你个害人精！要不是你，我们店怎么会变成这样？你才闭嘴！到现在还敢对我们的夫人不敬！夫人，刚才那个是假的，这位才是真正的陆总夫人。我竟然对夫人口出狂言，我还赶夫人出去！夫人，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都是那两个害人精，是他们诬陷。夫人，我求你原谅我一次，原谅我一次。看来到现在你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你们得罪的不是我，是所有顾客。开店做生意嘛，顾客就是上帝，你们应该对所有客人一视同仁。陆氏集团的商场里面不允许有你们这种趾高气傲、这种趋炎附势的人。特助，看好时间，让他们赶紧搬走。是。夫人，都是你这个贱货，害得老子丢了工作。夫人，那个齐特助为什么要让那家店搬走啊？该不会真的是唐笑那个土包子叫来的吧？怎么可能？那怎么回事啊？这家店之前卖假货被我们发现了，我这次来就是为了看看他们有没有整改，没想到还在卖假货。这种品牌出现在陆氏的商场里，我当然不能容忍，所以我才叫了人来，并不许他们透露我的身份。原来是夫人叫来的呀！那个领头人装的真像，就好像真的不认识你一样。你懂什么？这样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有的人还真喜欢装有钱人啊！你可真打肿脸充胖子。一个实习生买什么名牌啊？我买什么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倒是你，咱们尊贵的总裁夫人，你来这自家商场逛一圈，怎么空手而归啊？你对我的财富一无所知。这商场里的多数奢侈品，我家里都有。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新款，没想到都是一些老款式了。我才不想买。夫人果然是夫人，这个商场的东西啊，普通人买上1-2件就已经不容易了，夫人竟然全部都有啊！不对吧，夫人？我怎么记得这每次大牌奢侈品上新的时候，都会把新品自觉的送到顶级富豪家里，怎么会让夫人您亲自出来选啊？你闭嘴吧！有钱人的生活哪是你这种低贱的人来揣摩的？
夫人的钱，就算一次性买上几千条领带，都不带眨眼的，哪像你一样呀？纠结半天，用1个月的工资买上一个打折促销的领带。对了，土包子，我劝你谨言慎行，你少招惹我们夫人，要不然下周总裁来公司审查之日，就是你的死期。什么？总裁要来公司？我今天听主管说了，下周1总裁就会过来，到时候啊，您让总裁好好惩罚下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当然啊。好啊，我拭目以待。大家注意啊，陆总马上就到了，打起精神来。我还是第一次见陆总哎，夫人，一会儿陆总过来，会不会直奔你的方向啊？是吗？他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陆总，陆锦慈不会真的收购这家公司了吧？不过林糖糖，我看你一会儿怎么演。陆总应该快到了，我先出去看看啊！注意啊，陆总您来了，我跟夫人等你们很久了。土包子，你别眨眼，等会儿陆总过来了，你就知道了，你根本没资格跟夫人比。陆锦慈，你怎么在这儿？陆锦慈，你怎么在这儿？陆总的名讳也是你随便叫的吗？我第一次见到陆总本人，有点惊讶。该死的陆锦慈，还真是阴魂不散啊！居然偷偷摸摸收购了风药。各位先坐吧。陆总，他就是一新来的实习生，不懂规矩，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就是这么对他的？陆总，实习生也是员工，你不该对他如此傲慢，向他道歉。陆总，我好歹是一部门主管，让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一个实习生道歉，那我告诉你，陆氏旗下不需要不尊重员工的管理层。你现在可以去人事部。不，我道歉，对不起。没关系，刚才确实是我太莽撞了，我原谅你了。陆总，有些人呀，真爱出风头。陆总过来，夫人还没说什么呢，自己先站起来了。不过陆总人也挺好的，居然让王主管给唐笑道歉。那是因为陆总不跟下等人见识。夫人，你刚才看到他那个骚样子了吗？他明显就是在勾引陆总啊！唐笑，我的男人你想都不要想。你确定陆总是你的男人吗？那为什么刚才陆总进来的时候，连看都没看你一眼？吵什么吵？陆总，让他去办公室一趟。唐笑，你听见了吗？我跟陆总夫妻之间有些话是要关上门单独聊的。不是你，陆总让唐笑过去。让唐笑过去？林糖糖，这陆总看起来跟你不太熟啊。你看你，陆总知道你这么鲁莽吗？我不跟你计较。那我就去见陆总了，拜拜。陆锦慈，陆锦慈，你干什么？一天不见，太想你了。怎么回事啊？我都跟你说了，让你别掺和公司的事情，你可倒好，私底下还把公司给收购了。太担心你了吗？而且你看，我都收购公司了，让人特意关照你，都被人欺负成这样。那我要是没收购公司，那不是被欺负得更惨吗？那是他们蠢，居然把另一个人认成了总裁夫人。说起来这个事还是怪你，要不是你非要整这么一出，弄出个什么总裁夫人来，他们能对一个假货极尽谄媚吗？好，你说的对，我替你出气，将功赎罪，怎么样？不行，我可不想仗势欺人。可以啊，那求我。你，我就开个玩笑，别生气了。今晚我就要结束这场闹剧。夫人，陆总来公司不见你，反而把唐笑那个土包子叫到办公室做什么？会不会是合同的事？毕竟上次陆氏集团的合同就是唐笑签的。大概吧。陆总一向公私分明，在公司只聊工作的事儿，来找我估计也是怕影响工作吧。公私分明，不计较员工对错，原来陆总是这样的人啊！不然你嫁给陆总一定很快乐吧？当然，嫁给陆总的快乐是你们想象不到的。
这次与总部的合作不错，有一个表现极其突出的将获得总裁特别奖。我没听错吧？每年的总裁特别奖，获奖得者会有100万的奖金呢。要是得了这个奖，那业内也算是一大奖了呀。唐笑，你要好好加油哦。夫人，刚刚看陆总怎么一直盯着唐笑看呢？你干什么呀？你还敢勾引我的男人？林糖糖，你又发什么疯啊？诸位，唐笑是个惯三，上学的时候就未婚先育，没想到现在还来勾引我的男人。难怪陆总视察表现的那么热切，原来是想勾引陆总啊。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哪有什么误会？唐笑这个贱人就是知三犯三，一直盯着景慈抛媚眼，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盯着陆景慈抛媚眼？开什么玩笑！明明是陆景慈对我抛媚眼。哼，你们听到没？说什么景慈对他抛媚眼，真不要脸！土包子，你真够不要脸的。林糖糖，你不会自己演的久了，都信以为真了吧？你什么意思？我就是陆总夫人。你说的对，你说的都对。以前我只是觉得你可怜又可笑，现在我觉得你都是自找的，你可千万不要后悔。哼，后悔？贱人，该后悔的人是你。大家都在讨论什么呢？王经理您来了。这次总部的项目非常的成功，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来给自己鼓个掌。这么大的功劳，集团不会忘记，咱们陆总啊更不会忘记。我刚刚接到陆总的通知，今晚将论功行赏，功劳最大的人啊将获得总裁特别奖，那个人那就是林夫人。夫人，您准备好了吗？你是不是搞错了呀？这图纸和设计方案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他什么都没有做啊。一个实习生，夫人的功劳你也敢抢？这个合同是我签的，这个项目是我日日夜夜加班赶出来的，你不信的话可以问他们呀。方案就是唐笑做的，处理也是他最多，论功劳也应该是唐笑最大。可算了吧，这项目一开始就是由我负责的，他是我手下的兵，我给他安排工作，他完成工作是他的本分，所以功劳应该都是我的。林糖糖，你这个不要脸的功夫，真是让我日益大开眼界啊！怎么不占理又想开始打人了？别闹了，唐笑，你就是个实习生，夫人能让你参加这个项目已经是对你的栽培了，还想要更多的功劳，想都别想。这可是夫人，得罪了夫人，你恐怕是不想在集团混了吧？你们就那么确定她就是夫人？她不是还能你是啊？我是不是夫人嘛？你们很快都会知道了。王经理，你也看到唐笑这个人满口胡言，而且还不服从管教。今晚之后我就要开了他。林糖糖，本来呢我是念在我们同学一场的情面上，想给你留点尊严。既然你说了，那咱们今晚见真章。那咱们就拭目以待。来来来，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啊，掌声有请。土包子，你看到没啊？陆总在看糖糖呢。陆总又没说他在看谁。陆总是没开口，但是在看谁不言而喻。我和陆总感情很好，不是你这惯三可以插足的。本次我们陆氏集团和政府的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陆总介绍我们本次项目的最大工程。本次在为陆氏和政府牵头合作中表现优异的员工是风耀设计部林糖糖。王经理，你确定在工作中发挥最大作用的是这个叫林糖糖的员工吗？我怎么听说是一位叫唐笑的员工做的方案？不可能，这次项目我一直跟着的，这次的最大的功臣绝对是林糖糖。至于那个唐笑嘛，一个实习生肯定是为了抢功劳故意这么说的。是吗？
封药的人呢？自己来说。项目都是他做的，功劳都是他的。那个唐笑，他就是个实习生，他什么也没干。是这样的。撒谎！我日日夜夜看着唐笑做方案，功劳什么时候是林糖糖的了？陆总，我们没有撒谎啊，这个项目确实都是夫人的功劳啊。这句话没说错，是我夫人，没错，夫人，请过来吧。哎，去啊，去啊，快去啊！唐笑就是我的夫人。什么？您夫人不是林糖糖吗？我的夫人是唐笑。至于你说的林糖糖，我不认识你。原来夫人一直在我身边，我们认错了人。我还帮这个假货刁难夫人，你都怪你，害我得罪夫人。林糖糖，你现在死心了吗？陆总，我要向你告发唐笑。唐笑不守妇道，和你结了婚，但是外面还和好多男人眉来眼去。口说无凭，你不会又在陷害夫人吧？是真的，我朋友亲眼看到唐笑从一个老男人的豪车上下来，我有照片，都有照片了，应该是真的吧？你什么意思？我很老吗？什么？那辆车是我的，那天下班我来接我夫人，有什么问题？怎么会这样？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好，既然你无话可说，那我来。你因为爱慕虚荣，冒领我的身份，在公司内外拉帮结派，欺上瞒下，冒领功劳，搞得整个设计部乌烟瘴气。今天是时候做个了断。唐笑，夫人，那个事情都是他干的，跟我没有关系。对，我们是被他蒙蔽了，我们也是受害者呀，夫人。你们两个对下各种欺压，对上极尽谄媚，公司有你们两个这种为虎作伥的东西，我不能容忍，整个陆氏集团更不能容忍。夫人明智，你们两个被开除了，陆氏总部会向业内说明你的情况。这行业内的同胞，还有哪家公司愿意要我呀？这下可全完了啊！黄经理，你这是去哪呀？我去上个厕所，夫人。别叫我夫人，我可担当不起。我不过是你心中一个小小的实习生嘛。没有，夫人，陆总，您放我一马，我也是被蒙骗的。景慈，这个王经理跟那个主管并无二致，留他们这种人在公司，只会阻止有能力的人向上晋升。听夫人的，那便和他们两个的处理方式一样。哎呦，陆总啊，您别开除我，我还有房贷呀！我在公司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唐笑，装什么装啊？你不过是勾搭上了陆总，看着风光，不过也是在依仗着一个男人。比起我，你又能高贵到哪儿去？你怎么能跟笑笑比？但是你说错了句话，不是唐笑勾搭我，是我勾搭的唐笑，而且他还没同意。今天当着所有人宣布一件事情，唐笑就是陆氏集团的女主人，我愿意拿出51%的股份，请求她跟我在一起。51%的股份，这比一半还多呀！有了这些股份，就能一句话决定公司未来的发展。看来陆总也是给夫人打工啊。唐笑，你愿意嫁给我吗？